买彩票中奖2个亿，我辞去工作回了老家，到车站打电话让我爸来接我，他问我怎么回来了，我开玩笑说被裁了，失业回家啃老，大暴雨，我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他来接我，我冒雨自己赶回家，刚到门口就听到嫂子抱怨，就那么急呀，下着大雨还去过户，看把我淋的，妈妈说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，香香失业了，难不成你们愿意把房子还给他？大嫂冷哼了一声，她回来让她出去租房子啊，我可不习惯和小姑子住一起。我站在门口，不知道是因为全身湿透了冷的，还是心寒，全身止不住的颤抖，水珠从脸颊滚落，落入唇边，我抿了抿唇，是咸的。今天这雨是咸的，站了很久，我还是抬手敲了门。这家里妈妈重男轻女，爸爸沉默寡言，哥哥向来疼爱我，他应该不会和他们一样把我赶出家门的吧？来开门的是妈妈，她脸上堆着不太自然的笑容。香香回来了，我嗯了一声，进门换鞋，就听她在旁边解释道：这雨大的，你爸爸一直没法出门，还想着等会儿雨小点了再去车站接你。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打车吗？滴滴排到了。我换完鞋，看着旁边有3、4双湿漉漉的，装作毫不知情地问他：你们出去了？妈妈瞧见了地上的鞋，眉头一皱，却还是找了理由。下雨前我们在你嫂子娘家，刚回来就都弄湿了。我淡淡的哦了一声，拉着行李箱朝我的房间走去。屋门打开，里面堆着杂物。我站在门口望向妈妈，妈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妈扯了扯嘴角，一脸难为情，这不是家里东西太多了，你又不常回来住，所以就想着先用来堆东西了。我之前的东西呢？我妈连忙拉开阳台的门，冲我说道：都在这儿呢，你嫂子都给你收起来的。我看着阳台上那几袋子东西，装得乱七八糟，你的意思还是谁的意思？这房子是我出的钱买的，我连一个房间都不配有吗？妈妈垂着头，装作一脸无奈样。嫂子在外头趾高气扬地喊道：谭香香，你买的房子了不起呀，这是要赶我走吗？你们都是一家人，就我一个是外人，我懒得跟他吵，直接推开了书房门。我哥在里面坐着打游戏。哥，我的房间你们拿来堆杂物了，我住哪儿？我哥摘下耳机，看着我说道：等我几分钟，马上结束。我就站在那看着他打完了那局游戏，起身走了过来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都是老妈和你嫂子，总说家里东西多没地儿放，就堆你房间去了。这样，我和你嫂子出去住几天酒店，你住我们房间。哥哥说着，又问我：你这次回来多久？要我说，上海那么远，你就别回去了，回家来在家边工作，一家人也好互相照看。这话我听过很多遍，以往我都会说我专业不对口，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工作不说，找到了也是没有多高的工资，所以还是回上海。可这次我应了下来，直接说道：我也这么想，这些年在外面飘够了，准备回来了，我准备常住，所以让你和嫂子去住酒店肯定不现实，让妈他们收吧，那个房间收出来住就行了。我哥怔了一下，随后就说：收，让他们马上收。话音刚落，嫂子就嚷嚷道：往哪收？这家小的连脚都下不去了。几人站着，谁也没动，僵持许久，我哥才说道：你们不收我来收。说着就要往屋里走，我妈一把拽住他：你知道怎么收吗？就你收。我瞧着我妈，也不纠结收不收的事情，不收也行，我之前买的那套公寓不是空着的吗？要是给我，我去那边去住。我朝我妈伸手，她迟迟没反应，我看看她又看看我哥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哥难为情地说道：香香别生气，那套公寓现在是你嫂子的弟弟在住着，你过去不方便哦。那不是还有一套江阳花园那套，要是给我，几人也不为所动。沉默了很久没说话的我爸，这时也又开口了：香香，你这是回来要房子来了，还是说朝大家显摆这几套房都是你买的？我差点气笑了。爸，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吗？我在这里问了这么多句，我住哪儿，你一声不吭，我自己安排，你吭声了，还说我显摆，我还没见谁显摆自己买了3套房无处可住的。几人的脸色都不好看，但谁都不说话。我知道他们就是想把失业的我赶走，我也不屑于和他们挤在这个房里，但既然他们不忍，那也别怪我不义。既然这么想赶走我，那就彻底一点，都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赶我走是吗？父母大哥都闭嘴。嫂子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没见谁家小姑子30多岁了，不嫁人还住哥嫂家里的，偶尔住就算了，失业了你准备一直住这里，你自己心里不该有点数吗？我轻笑一声，语气不爽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问我爸妈和我哥哥，嫂子被凶，哥哥当场黑了脸，回头看着我，语气也很不爽。谭香香，我可以惯着你，他没有义务惯着你，麻烦你对他说话客气点。我瞧着他笑道，我对他没意见，还不是因为你不说话。谭凯，3套房我买的，一套你做婚房用，一套你小舅子住，你一个既得利益者，在这儿装什么？有本事3套房都还我呀，带着你媳妇和老爹老娘出去住。我说完，谭凯的脸色差到了极点，他还没说话，我爸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厉声呵斥我：谭香香，你放肆！我不理会他的大声呵斥，冷静地说道：我再问你们一遍，是不是3套房子都没我的住处？是，这话是我妈回的。我点点头，望向他们，这么说你们要和我断绝关系，对吧？他们沉默着，我沉声说道：行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今日就断绝关系，从今往后我谭香香无父无母无亲人。我拉着行李箱出了家门，订了个酒店先住进去，打电话给律师朋友咨询，3套房我全款，写了别人的名字，是否能要回来？他问我有没有赠与协议，包括口头协议，我说有一套我说过是孝敬父母的，给他们养老住，其他没有。
律师说那这套可能不好彻底要回来。我问是不是把名字改成我的都不行，律师说产权要回来是没问题的。我直接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并聘请他做我的律师。我要把3套房子都要回来。挂断电话，我心里空荡荡的，像是心口被剜了一块。从高中毕业，我勤工俭学，到大学毕业留在上海，我加班加点省吃俭用，买了这3套房，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。原先我计划的是一套给父母养老的，一套我准备自己回来住，另一个准备出租赚点钱，这样我就可以退休了。可我的父母霸占一套还不够，他们就算是把我给他们的那套给了谭凯，我都没那么生气。他们是想3套都占了，把我赶出家门。就因为我失业了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自己银行卡里那13后面的7个0，哭着哭着就笑了。这有什么？我还有钱，我这辈子躺着花到死都花不完。我洗个脸去餐厅吃了个饭，回来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早的我就跑到了金陵湾别墅的售楼处，这是我们市里最贵的别墅区了，经装修700多万刷了一套，我拎包入住，又请了个保姆，每天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。就这样平静的过了半个月，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刚接通就听到她咆哮的声音：谭香香，你疯了是不是？竟然告我们！我轻笑了一声：刘女士，你是谁？我告的是谭凯，霸占了我买的3套房子，那可是我全款买的。谭香香，你翅膀硬了，闹点矛盾你竟然还想上法庭？好啊，我也去告你这不孝女。你真以为你几句断绝关系就能断了？你哥说了，现在法律上没有这么一说，你只要没死都得给我们养老。好啊，那你就去告啊，只要你告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。我听说1个月给个几百块就行的，我不是给不起。对了，听说还可以给物资，我到时候买500块的卫生巾给你，法律也是认可的。你去告。我妈被我气得半死，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：你个贱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哥回来看到律师还不打死你？你让谭凯来，我等着。挂掉电话，隔壁邻居端着水果上门，是个比我年纪稍大一点点的姑娘，看着有点眼熟。你好，我是隔壁邻居，叫顾莹。我恍然反应过来，她是我们市的电视台主持人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谭香香，快进来。她摆了摆手，不了，我就是过来和你打声招呼。我们同学聚会在我家，一会儿怕吵到你，请多见谅。我笑了笑，没事的。她看了看我，笑道：哎，你年龄和我们也差不多，要不过来一起玩？我一开始以为这里住了年纪大的长辈，我想拒绝，奈何她热情又自来熟，拉着我就走。家里有保姆在，我也没管啥。我说去换鞋，她也说没事，就这样穿着拖鞋去了她家。进去时，他家屋里已经坐了好些个人了。他介绍了一句：“我是他邻居。”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很快就聊了起来，一起烧烤。我是没想到，这顾莹竟然是我大嫂的同学，她和谭凯一起来的。进来瞧见我就直接冲了过来：“谭香香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”我微笑着看他张牙舞爪的模样，顾莹不知我们的关系，拉过大嫂李娇，开口准备介绍我。可李娇嘴快，她看着众人说道：“这就是我和你们吐槽过的，我那个年纪大不嫁人还失业回家啃老的小姑子，真是对不住。”没想到她竟然跟踪我们，在场的人都知道我是顾莹亲自拉过来的邻居。既然是邻居，那就是住在这个别墅区里，这俨然和李娇口中的我不相符。大家都面面相觑，顾莹看向我，询问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我笑了笑，真是巧，这是我大哥大嫂，没想到你们是同学。顾莹是东道主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可不就巧了吗？”李娇，谭香香不是跟着你们来的，她是我邻居。我想着大家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，便喊过来一起烧烤了。谭凯和李娇都是一脸不可置信：“什么？她是你邻居？怎么可能？”顾莹不知道这话怎么接，看向我，李娇也看向我：“谭香香，你不是失业了吗？你一个人租房还租别墅住？”“没租，我买的。”李娇闻言哈哈大笑：“怎么可能？你不是买那3套房掏空了，还被公司辞退了？你那里来的钱买？还买别墅？你莫不是被赶出家门后有了妄想症？我是辛辛苦苦上班10来年，买了3套房。你们也知道我掏空了所有积蓄，所以就肆无忌惮地霸占3套房。听到我辞职回家了，就迫不及地把我赶出家门。没关系，我已经请了律师，那3套房我会拿回来。所以麻烦李女士和谭先生早点去买自己的房子，别到时候被法院判下来强搬走都没地儿住。”一席话下来，在场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，更有甚者直接问李娇：“李娇，你不是说你公婆给你们买的3套房子吗？还天天吐槽你小姑子又懒又丑，快奔四了还不嫁人，还说人失业了回家啃老，真是不要脸！你这……”我听了笑了，原来你是这样在后面颠倒黑白的呀。没关系，刚才刘女士给我打电话来了，说是她收到律师函了，你们一会儿回去就能看到。人家的同学聚会，我们在这里喧宾夺主，在人家家里吵架实在是不好，我懒得和他们纠缠。看向顾莹说道：“顾女士，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玩，等空了过来我家。”我说完就要走，李娇一把拽住我：“谭香香，你说清楚，买别墅的钱哪儿来的？是不是你妈给的？”我看看他，又看看谭凯，淡淡道：“只有你老公有吗？我没有。”说完，我甩开他的手，离开了顾莹家。李娇和谭凯追了出来，看着我进了别墅，也想跟进来。我直接把大门从里面锁上，请的保姆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叫杨青，他社恐。瞧着这对夫妻，他比我还害怕。我笑了笑：“别怕，把你身份证号微信发我，我准备出去旅游几天，你一起去吧。”杨青愣了一下神：“我刚工作，没钱旅游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我带你出去，自然我出钱，吃喝住行都跟我一起。那咱们去哪里？”我想了想，上班这么久，我从不敢奢望自己能有闲钱有时间去旅游，一时间竟也回答不上来去哪里。回头问他：“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”他说道：“想去西南小镇。”那行，
咱们就去。我们迅速订了第2天的机票，他给家人打了电话，说了出去旅游的事情。他家里人还有些担心，怕我带他去割腰子，我哭笑不得。可别说，我和他刚认识半个月，就说带着他旅游去，真是有一定嫌疑的。小姑娘看着不是多话的，我同她说道，旅游是临时起意，外面那俩人是我哥哥和嫂子，我彩票中奖了，刚辞职回来了。小姑娘一脸羡慕地看着我，倒也没有问中多少。我继续说道，我爸妈重男轻女，他们只听到我失业回来啃老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我原先买了3套小房子，可是现在1套他们住着，1套我嫂子弟弟住着，1套他们空着吧，但我就是无处可去。本来辞职回来，我是想着我有钱了，可以带着他们过好日子了，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躺平了。可谁知道，只有我把他们当家人，他们把我当妈喽。我说完之后，杨青也不太会安慰人，只是淡淡说道，虽说是家人，但亲情不被珍惜也没必要坚持，不过是给别人欺负自己的理由。我笑了笑，你说的对，所以别担心，我不是会割腰子的坏人。杨青被我逗笑，李娇他们扒了一会儿就回去顾营那边继续参加同学聚会，换我的话就没脸回去了，一直到傍晚他们聚会才结束。我见大家都开着车离开，只有李娇和谭海是走着下去的。大家散了之后，顾营就来了我这边，我让杨青泡了杯咖啡给他，他说为今天的不愉快感到抱歉，这哪能怪他，要说抱歉也是我说，谁知道还能这样巧的遇见李娇，但想到李娇谭凯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，按照他们的尿性肯定会找来的。我提前和顾营打声招呼，我家人应该会上门骚扰我，我会在物业里面发他们的照片，不让放进来，但我大嫂可能会报你的名字找你。顾营沉默了片刻说道，谭小姐放心，他们不在我的受访名单里面，那就多谢了。当天晚上应该是谭凯他们回家说了，我妈的电话又进来了，开口就问，谭香香，你哥哥说你买别墅了，你什么时候瞒着我们买的？哪里来的钱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并顺手拉黑了。刚拉黑完，一个谭凯的微信就进来了，谭香香，你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，竟然拉黑爸妈。我回复他，你有教养在家啃老，还霸占我买的房子，还我房子，废物男。谭凯应该是破防了，给我打视频，我连带着把他也拉黑了。全家人的电话微信拉黑之后，我在物业群里发了他们4个人的照片，叮嘱道，这4个人请大家不要放进来。第2天早上，我和杨青就飞往了春城，因为拉黑了糟心的人，玩了半个月都没人打扰。一路上杨青拍了 vlog， 晚上在做剪辑。谭总，你介意露脸吗？不介意，他嘿嘿一笑，埋头捡起视频。我沉沉的睡了一觉起来，没想到他视频爆了，我们双双上了热搜，下面的评论清一色的夸赞我，这什么神仙老板啊，我这就辞职去做保姆。小姐姐，你问问你老板还需不需要厨师，我做饭很好吃的，你老板家还缺花匠吗？我专业对口，随着账号疯狂涨粉。杨青看着我有些不安，谭总怎么办啊？我笑了笑，什么怎么办？好事啊，接住这泼天富贵，你认真经营账号吧。他抿了抿唇，那收入我和你分，就我现在的钱，其实没想和他分什么，但他目前和我很合得来，做饭也好吃，我只是有些担心，你不会辞职吧？不知为何，我这句话出来，他扑哧一笑，我也笑了，怎么可能？除非你辞退我。我笑了笑，那咱们回去得单独签一份合同啊，账号收入你自己留着，你别辞职就行，不辞职，但账号视频主角可是老板你，你不分钱怎么行？不管多少，咱们分成，不辞职就成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我俩都很开心。事情一直持续发酵，随着热度越来越大，我之前的事情也被广大网友扒了出来，有人开始评论抨击我不孝女，拉黑父母兄嫂，自己已经有1套别墅了，还在让律师去打官司抢房子，营造好老板人设，背地里其实是个黑心肝的。网友爱起哄，早上爆红，晚上翻车，瞬间就让广大网友嗅到了瓜味，就像那地里的茶，纷纷出动。杨青没想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谭总怎么办？杨青不是叫我谭总就是老板，他非说这样正式，我一听他喊就感觉自己还在上班。没事，先不要回应，让他们蹦跶一会儿。舆情一直持续的发酵着，也有知道内幕的人开始为我澄清。我翻了翻，是我原先的同事，说我工作上特别拼，在上海租房子都舍不得租1000块以上的，每个月的工资都攒了起来，在老家买了房子孝敬老人。据他们所知，我买了3套房子，都在父母的名下，所谓的抢房子只是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而已。然而寥寥几句，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数万评论中。我花了1上午的时间整理了这些年的所有银行转账记录，然后我用杨青的账号开了直播，广大吃瓜网友纷纷涌进直播间。我把自己从大学勤工俭学到后来转账买房的各种记录全都放了出来，网友环猛圈中。我在直播中说道，我辞职了，和爸爸开玩笑说我失业要回家啃老了。我父母吓得当天就把我买的3套房都过户给了我哥哥。我回家之后，3套房我连1个房间都没有，我是当天被赶出来的。大家可以听录音，有人质疑录音的真实性，说怎么有人随便就能拿出录音，更像是有备而来。我回复他，因为我给爸爸打电话让他接我，1下午都没来，我自己淋着暴雨回去，到门口正好听见他们聊天，就顺手录了下来。嫂子抱怨过户那么急，害他被雨淋，妈妈说还不是为了他们好，不然我失业回去了，那3套房子他们是不是愿意还我？我嫂子还说让我出去租房子，她不习惯和小姑子住。对了，3套房其中1套是公寓，那个家里没我位置，我说我去公寓，但是我公寓住着我嫂子的弟弟，凭什么呢？就因为我是个女儿吗？我凭什么要把辛辛苦苦赚了10多年的钱白手送人？是家人是亲人我才可以给，既不是了，我当然是要回来的。在这里也说一句，如果有与我相同遭遇的女孩子，请保护好自己的钱包，小时候都得不到的爱，别幻想长大后可以用钱买回来，别像我一样傻，一直花钱，以为用钱就能换来亲情和爱，最后给我们的不过是失望。评论里有人问别墅怎么回事，我笑了笑，本来想着才不外露的，
但也无所谓了，上天眷顾，运气好，买了张彩票中奖了。我之所以辞职回老家，其实是想拿着钱带着他们一起好好过的，只是他们以为我是个失业啃老的。画出来之后，评论区充斥着各种惊叹声，还有人在刷好爽好爽，这才是真正的报应。紧接着，微信的家族群里出现了讨伐我的声音：香香，你这可真的太过分了，中大奖了就算计父母把他们甩出去。小姑娘这么有心机可要不得。说话的是我大姨，我在群里说道：大姨没心机，早些年借走的10万块麻烦早点还我，你好心。那你买3套房给舅舅啊？怎么不借你买？3套房子我买的，我连一个房间都不能有，当我是什么？谭凯在群里质问我，怎么就是一个房间都不能有了？我甩手就把录音丢群里，诸位，按说我和他们断绝关系，和你们也就不是什么亲戚了，这群我就不待了。另外欠我钱的几家麻烦在1个月内凑好钱还我，不然我依旧会找律师起诉，从我这里拿出去的1毛我都会收回来。谁家想替他们4个人打抱不平，那就麻烦你先把他们接去你们家，把我的房子腾出来还我，我就撤诉。一顿输出之后，我退了群。我和杨青还在旅游，我们又去了一趟海南。不知是谁支招，我妈还真去法院起诉我，要我赡养他们了。但是很可笑，她还没到需要赡养的年龄，被法院驳回了。到时候我起诉他们要回房子的判决下来了，3套房子都被要求还给我，1个月内完成过户。谭凯拖着不过户，我直接让人天天去他公司堵他，要是不过户，我就搅黄他的工作。我爸和我妈瞒着谭凯和李娇来别墅园区找我，保安不让进来，2人竟然跪在了门口。物业经理觉得这样影响形象，给我发信息，我出去见了他们，老2口阴沉着脸，我妈骂习惯了，张口就想继续骂我，被我爸按住了。他望着我问道：香香，都到门口了，不请爸妈进去坐坐吗？我讥笑一声，觉得好生讽刺，不必了吧，就像我在你们家里没位置，这里是我自己的家，也没你们的位置。我爸沉默了下去，我妈咬牙切齿地问我，你是不是就是不想让你哥哥好过？我有些不解，怎么是让他好过？给他当一辈子的血包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还要让他怎么好过？我语气凶狠，我妈瑟缩了一下，你那么心疼他，你去卖血呀，你卖血养你好大儿子去，别来扒拉我，我看着你们就觉得恶心。谭香香，我们生你养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们的。生我下来伺候谭凯，我出生就是为了给谭凯做保姆的。养我？谭凯穿的衣服丢给我，高中结束后我就是自己赚钱读书了，你们不记得了吗？我那会儿穿着谭凯的旧衣服被同学嘲笑找你哭，你不记得了？你们不记得，可我都记得。我有钱的第一时间是想回来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，可当我跟你们说我失业的时候，你们不是想着怎么安慰我，而是想着怎么把我赶出去。父母当成这样，你们也配说生我养我？让谭凯赶紧过户，不过户我就搞黄他工作。李娇也是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聘了几个花臂大哥，每天陪着谭凯上下班，他们只等我一声令下，就闹到让谭凯被开除。过了半个月后，谭凯撑不住了，被领导谈话，不得不喊我去过户。我没出面，让律师代劳了。3套房子都换成了我的名字。过户后我才知道，学区房住着的是嫂子父母，公寓住着的是嫂子弟弟，我的亲生父母，但我连儿媳妇都不如。也是，儿媳妇是他们儿子的心尖尖，而我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他们的奴隶罢了。想通这些后，我也丝毫没客气，让几个花臂大哥强迫他们搬了家。谭凯小舅子和岳父岳母被赶出来之后，李娇和谭凯大吵了一架，闹着要离婚。说起来也是很有戏剧性。花臂大哥问我卖不卖2手房，他想要买一套，说是看中了我父母他们现在住的那个，离医院地铁都很近，我打了个折卖给了他。过户之后，他迅速的就带人把我爸妈和哥哥嫂子都请了出去，4人无家可归，想来投奔我。为了避免物业那边难做，我继续聘请花臂大哥在门口守着。后来他们没见到我，就只能回了老家。嫂子也无法忍受租房住的生活，最终和谭凯离了婚。后来关于他们的一切，我也不再关注。或许等他们需要赡养的时候起诉我，我也会依法院判决给他们几百块。可是他们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，谁知道呢？而我则带着杨青开始了我的全球旅居生活。全文完结。